我的金牌，我的空调，别走！你们别丢下我！别走！小姐，梦到了什么？梦到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呗。我叫云生，是一名射箭运动员。世锦赛的金牌还没捂热，就穿到这里成了一个外事。小姐可真美啊，连月娘姐姐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完美的瘦马。那是什么好话吗？没错，原主是全身没3分力气的扬州瘦马，刚到李州城就被人送给了威远侯穆星慈。穆星慈不近女色，只是误喝了催情酒，清醒后就把身契还给了原主，还送了一套宅子，要原主安心过日子，并答应不会去打扰她。可惜原主想不开，打听到他身居高位却无妻无妾，就想着一步登天做他的夫人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不慎假戏成真，断送了性命。最可怕的是命都没了，执念还在。我用了这身体，就必须替他达成执念。若是1年内不能嫁给穆星慈，就得魂飞魄散。这是什么地狱任务啊！哎，生生啊，上吊的事闹这么大，侯爷都没来看你，可见这招啊不灵啊。还好没出人命，咱们得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怎么没出人命？哎，听说侯爷今日回府，这次你可得抓住机会了。咱们这次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了，你得温柔体贴。我给你做了扬州点心，你给侯爷送去。好吧，为了完成任务，没得选了。原主是哪里想不开啊？给钱给宅子的金主，金主还不露面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，干嘛非得上赶着嫁？小姐，你说什么？要不咱还是回去吧，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这男人。面如冠玉，目若星辰，这穆星慈比原主记忆里好看多了。算了，不就是追男人吗？能有多难？小姐，那话又说回来，不会追我还是可以学的嘛。你怎么来了？侯爷，妾做了些点心，想送给侯爷尝尝。那日之事不过是一场意外，你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吃穿用度不会短了你的，无需在我身上多费心。我也不想来，可是不在你这费心，我活不下去啊。什么？姑娘，性命可贵，不能儿戏。你虽瘦弱，四肢却很健全，怎么能说出离了旁人活不得的话？此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穆大哥，穆大哥，你对他说也是对牛弹琴。这些烟花女子满脑子都是攀高枝儿，根本不懂什么叫自尊自爱。不可胡说，我们与他有什么区别？这穆星慈倒也难得，对原主的身份没有半点轻视。我努力点，说不定真能追到侯爷，完成任务。有刺客，带他们进府，快！你别管我们，你快去保护侯爷。箭速不快，古代的弓箭性能一般，按这个速度和角度，快去啊！刺客应当在。姑娘，喂，你干嘛？你别害侯爷分心。刺客在斜北方9楼2层雅间，信我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案件停了，应该没活口了。侯爷剑无虚发。钟毅，侯爷，大人去看看还有没有同伙。是。你疯了！你差点害死侯爷。宋小姐穿的这身骑射装倒挺像回事，可惜眼力还得再练练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有眼力见，看不出来吗？你们家侯爷是我救的。你怎么可能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方才确实是他判断出了刺客方向，救了我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知道？赶紧趁热打铁。侯爷，你受伤了，妾陪您回府，咱们先上药吧。不必了。穆星慈看着是个端方君子，吃软不吃硬。侯爷，妾拼死相救，如今只是想为侯爷上药，也不配吗？妾知道，因为妾身份低微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走吧。喂，你不许进去！原主被穆星慈收为外室后，从未进过这将军府，我也算是阴差阳错进了一大步。侯爷，放伤药的在哪个屋子啊？在前面那个房间。啊，等等，一个外室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那我不该来，宋小姐该来吗？宋小姐云英未嫁，为侯爷上药，不合适吧？云姑娘说的有道理，刺客的事情多半已惊动太上。你先回府去，替我向你父亲报个平安。一板一眼也有一板一眼的好处，这不就赢了吗？侯爷，那我先扶您回房上药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好，就来。这鼻子，这下颌线，这视觉冲击力，当初原主晕得太快，一点记忆都没留，没想到这么好看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云生啊云生，你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不能对伤患起色心。对，好好上药。你不用这么紧，我不怕疼。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。我知道了。穆星慈置办外宅别院之后根本就不去，想在1年内嫁给他，我得想办法留在将军府。侯爷，你这伤这几天不能沾水，要不妾身就留在将军府照顾你吧。不必，方才你一眼就判断出了刺客的方位，是如何做到的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每支箭都有它的行动轨迹，只要仔细观察，就能确定射手的方向位。面对飞剑，能冷静观察，这份胆识就不同寻常。一个来自烟花之地的弱女子，如何能有这等本事？糟了，太张扬了。夫上为了养瘦马，就是为了讨贵人们欢心。平常除了教琴棋书画，还要学习射斧投壶。只要是贵人能喜欢的，我们都要学习。若是学不好的话，还没有饭吃。抱歉啊，
我不知道。侯爷身份尊贵，不了解我们的处境。我不怪侯爷，真的不怪侯爷，只要能让我留在侯爷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侯爷，属下待会儿再来。怎么了？说。酒楼雅间果然找到了3名刺客，2死1伤，活口已押入大牢。好，我现在去一趟大牢。姑娘，请回吧。哎，等一下。云姑娘，我府中简陋，你住不惯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木木改日定当，另行报答。不能再商量商量吗？哼！忙活半天都白搭了。忙活了半天，侯爷还是没吃小姐做的点心。算了，金牌也不是一天就能拿到的，不能泄气，再接再厉。穆星辞16岁就统领西北大军，这5年来西北边境太太平平，他要是那么容易哄，早死了17、8次。云姑娘，其实吧，我们侯爷不爱吃甜的，侯爷他喜欢火腿酥饼。真的啊？那多谢庄将军，下次我们做了新的点心再过来。没事儿。庄将军，你不用再送了，我们的宅子就在这附近，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侯爷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让你送他们回去吗？啊，云姑娘他们不让送。胡闹！这城中可能还有北戎奸细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回去呢？侯爷，您这是在担心云姑娘。侯爷竟然会担心姑娘了，难道终身有望了？他救了你我性命。侯爷，要不您就随了云姑娘的心愿，把她接回府里吧。不行，我是孤星命格，不能害了她。命格一说，不过是当年的老和尚随口说的。老侯爷和夫人的事，那只是个意外。不必再说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披风是哪儿来的？侯爷给的。看来你跟侯爷挺激烈呀。当时的场面确实是挺激烈的。哎，侯爷没吃点心？对啊，看来这侯爷呀是光顾着吃你了。看把这点心给装的，好孩子，你这般用心，肯定会得偿所愿的。月娘，其实我……把东西都抬进来。哎呦！还有啊！哎呀，这些都是侯爷赏给云生的。这些都是侯爷的谢礼。那侯爷这心意挺有分量的呀。什么心意啊？侯爷这是没法给心意啊，只能给钱喽。侯爷说了，以后云姑娘只要有所求，他都会尽力帮忙。真的？除了进府这件事情。庄将军说话以后能不能别大喘气？我还以为提前通关了呢。哼，你没得手。很显然，那披风呢？遇到了刺杀。点心呢？砸地上了。哎呦喂！哎呀，辛苦庄将军了。庄将军，你是侯爷身边的红人，以后我家姑娘呀，就麻烦庄将军多多照顾了。侯爷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，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不是，走。庄将军，生生啊，还吃？你可长点心吧！
从今天开始，你1日3餐都不可以碰荤腥，你得保持身段，这样才能笼住侯爷的心。怎么拢？他软硬不吃。侯爷的披风不还在你这儿吗？你把它洗干净送回去，这不就有来往了吗？还得是月娘啊，术业有专攻。那当然，你要学的多着呢。月娘，我去换披风了。大白天去换披风，我教你这么多，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？你的意思是我晚上去？你看我呀，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？这是情趣内衣。今天晚上啊，你就穿它去见侯爷。这穿了跟没穿一样，我怎么出门啊？你那儿不还有件披风吗？今夜你要连人带披风一起还给侯爷。好家伙，瘦马培训班是真有2把刷子，这欲拒还迎，确实勾人。我真要这么穿？你不是说嫁不了侯爷就活不成了吗？那咱们就得下血本啊！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啊，最吃这一套了。今天晚上你得把握好机会，我呢就不给你留门了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起风！这要是披风被吹开，我可就丢人丢大发了。哎，云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还侯爷披风。啊，侯爷在里面，你进去吧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么帅的男人睡了我也不吃亏。再说又不是头一回了。侯爷，我来还你披风了。进来。我去，是侯爷的红颜知己啊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不用，正事还没议完呢。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我来还披风。给我吧。你不是要还我披风吗？给了你我就社死了。那个侯爷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这个披风还没有洗。这样，这个披风我先拿去给你洗干净，下次再还给你。这么多人都在呢，我就不打扰侯爷了啊。不用，来都来了，不用这么麻烦。披风给我，我自己洗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我自己洗就行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必跟我客气。真不用。为何？要是现在让我把披风还给你，我明天就可以挖个坑把自己埋了，别再见人了。那你现在还要我把披风还给你吗？侯爷还要继续吗？时辰确实不早，明天再说吧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我就说嘛，也不是什么10万火急的事儿，那咱们改日再议，改日再议。对。侯爷还真是个工作狂，半夜3更房间这么多人。我们在推演阵法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时刻都不能懈怠。这个地方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今日你穿的这么单薄，披风还是下次再还吧。下次记得穿厚些，别着凉了。我穿成这样，他怕我着凉？侯爷，妾身走不了。
为何？丢脸都丢了个大的了，再留不下来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月娘她把门锁了，她说我要是再不争气，就让我露宿街头。不争气？对啊，月娘说了，我是最不争气的兽马，我如今都穿成了这样，侯爷还是不看我，在侯爷的眼里，我丑极了。不，姑娘极美。那侯爷是厌恶妾了？也不是。罢了，妾身这就走，大不了在大门口坐一夜，最多得风寒，也是死不了人的。妾身就不打扰侯爷了。等等，等等，今夜你睡这儿吧。难道他不吃妖媚这套，吃装可怜这套？我去装衣屋里睡。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侯爷，妾身已经是您的人了，你何必拒妾于千里之外？姑娘，你别总把这件事挂在嘴上，那真的是一个意外。我可以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但是我是真的不能跟你结婚，所以不便与你共处一室。我先走了。侯爷，唉，母心慈，既不娶妻也不纳妾，一心只有工作，与原主男一夜露水情缘，也是误喝了催情酒才会发生。口就1年时间搞不定他，我就要魂飞魄散了，我怎么办？侯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把房间让给云生了，今天在你这儿躲躲。侯爷，云姑娘貌美如花，寻常男人对她如获至宝，侯爷与她春风一度，难道你就丝毫不心动吗？什么春风一度？对了，明天你去成衣店买一套女装。买衣服？为何？因为还了你，就可以把自己给埋了。啊？让你买你就去买啊！看来侯爷也不是完全不心动嘛。好看好看，这在扬州哪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呀？你这老妖婆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一个大姑娘能来，我就不能来了？再说了，这将军府是你家开的。放肆！我来找穆大哥，那是有正事要办。成州马上要举办骑射比赛，穆大哥每年都要亲自主持的。哎呀，哼，我也是来找我们家生生的。你说你的事儿，我说我的事儿，咱们啊又不冲突。云生，他怎么可能在这儿？你为什么从穆大哥的房间里出来？哎呀，那肯定是我们家生生啊，跟侯爷昨天一夜攻伐，累到现在。干嘛呀？我怕你牛吹破了。你还没得手？不可能！我为了追上穆大哥的脚步，我学排兵布阵，还勤练骑射，他却让你这个连弓都拉不开的女人住进府里。我不服！不服憋着，别的我都可以忍你，你竟然说我拉不开弓，这就过分了。我好歹也是世界冠军，难道你也会射箭？
下个月的射箭比赛，你敢不敢跟我一较高下？敢不敢跟我一较高下？比就比。月娘，我还没开口呢，你就替我答应，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那当然。月娘，没想到你能一眼看出我的天赋，我一定赢给他看。输赢算什么？能让侯爷手把手教你射箭，那才是重点。手把手，记住了。也对，那到时候我赢了宋淑仪，也可以说是侯爷教导有方。好，那我们下个月就在箭场上定胜负。哇，就是这熟悉的味道，这里才应该是我的主场嘛。我射箭女王云生回来了。不是，这个身体怎么这么弱不禁风啊，手抽筋了。说你胖还真喘上了，一场必输无疑的比赛，你还真准备弓箭呀？他们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侯爷，您还不知道呢吧？军中都传遍了，云姑娘和宋小姐要为了您3日后比赛射箭呢。什么东西？侯爷，您看云姑娘对您真是一片痴心，知道你一心只有军务，她一介弱女子，竟为了您学习弓箭。这是我先看到的，你这干什么你啊？价高者得。我什么都给不了他，他又何苦如此？宋小姐有空驱逐，不如多练练剑，免得到时候输得一败涂地，脸面上挂不住。你连弓都拉不开，还在这里说大话，我闭着眼睛都能。哼！掌柜的，这副弓我要了。好嘞，盛会纹银3两。等等，我出5两，这把弓箭归我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先看中的。我也看中了，价高者得。你不服气？我出7两。10两。我家小姐可是太守之女，你一个外室怎么敢和我家小姐比啊？这是店里最轻的弓箭，被我买走，她连箭场都上不去。小姐英明。走。这姑娘看着不大聪明的样子。掌柜的，我帮你抬了架，你再帮我做一柄3担力的弓呗。那没问题，下次姑娘帮我卖掉最贵的弓，我白送姑娘1柄都行。他倒是精怪。这是6担弓，不适合女子。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当真要学剑？10天半个月的时间，寻常人连皮毛都摸不着。你也说了，普通人摸不透，可我又不是普通人。如果侯爷能教一下我的话，就更好了。你跟我来吧。这副弓是我7岁学骑射时，我父亲送给我的，想必也适合女子初学，这副就送给你。云姑娘，侯爷把压箱底的宝贝都送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学啊。人生的第一副弓也算是珍贵了，4舍5入，关系推进一大步。侯爷把这么有意义的珍藏送给妾身，妾身一定勤学苦练，不负侯爷厚爱。练剑若不得其法，苦练也是白费力气。跟我来，去靶场，我教你一些基础。谢谢侯爷，云生一定好好学。举弓，手臂稳住，开弓，放。你学过？数码课程，侯爷懂的。哦，对。数
输赢算什么？能让红叶手把手教你射箭，那才是重点。手把手，记住了。刚才太得意了，煞风景。重来，按月娘教的。侯爷，切的手臂好痛。手把手，这次记住了。这不就来了？哇！你这手臂柔弱无骨，一点肌肉都没有，自然会疼。你等着。练啊！你平日要多加练习，剑才能拉得轻松，不然，就算你准头再好，你也拉不开大弓的。得了，看来我也不是最煞风景的。你说什么？那就多谢侯爷了。来吧。宋小姐，侯爷真没时间。穆大哥，你偏心，你都不教我。你小时候就跟我一起学过剑术，现在还学什么？我不管，你教他不教我，难道他学的比我好吗？云生的确悟性比你更好，还没一个时辰，射箭的姿势就像模像样。我不管，我也要学。好，那你一起练吧。练。来。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，这小灶是这样的。庄将军，月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生生，他还没忙完呢。云姑娘跟侯爷还练着呢，我带你去里面找他们。好嘞，多谢庄将军。这丫头能霸着侯爷一整天，真是开窍了。哎呀，快放下，快放下！不能提重物啊！你手会磨出茧子，胳膊也会变粗的。哎呀，你这么练是要气死我呀！月娘，你没事吧？快叫军医！这顶着大太阳晒了一整天，脸都给晒红了，也不知道这牛奶浴啊能救回来多少。我教了20几年，你这是我带过最差的。不是你让我去跟侯爷学习射箭的，他就是这么教的。这侯爷真是不解风情，不解风情啊！但是他说的也没有错，射箭是需要臂力的。宋淑仪从小就学习骑射，我是想要靠臂力赢过他，确实比不过，还得是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我让你跟宋淑仪比，难道真是比射箭呀？你真是用功用错地方了。那我也不能输啊！你这是要气死我！你说你把这个功夫用在勾引侯爷身上，你早就成为他的正妻。到底怎么用功才算用对地方？你也真是不解风情。你看着你呀，就应该射上几箭，然后呢，就假装手指被弓弦划伤，倒在侯爷的怀里，夹着嗓子娇滴滴地说：“侯爷，妾身的手好痛。”你看，都红了。哎呦，月娘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而且，侯爷好像也不吃这一套。今天我说我手臂痛，他送了我俩10锁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。不管你射不射得中，只要侯爷把你抱进了帐篷，那你就是当天的赢家。这可是最好的扬州茉莉花粉，就算出汗也不脱妆的。对了，你记住啊，最多射3箭，一定要倒在侯爷怀里。哎，月娘，你说我这身裙子是为花朝节备的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能行了？只要身边有情郎，那日日都是花朝节。真巧，云姑娘他们也来了。只练几天剑就上场，来了也是自取其辱。
这简直是天女下凡呐！云姑娘比那牡丹还耀眼啊！侯爷真有艳福。小姐，他哪是来射箭的呀？根本就是为了勾引男人。穆大哥才不吃他这套，你等着瞧吧，一会儿他上了剑场，剑术稀烂，丢尽颜面，穆大哥就不会喜欢他了。小姐，侯爷去找他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今日的装束，我穿这身好看吗？你穿成这样，还怎么射箭？好，我就知道，论不解风情，我哪比得过他？你真不用我让人帮你准备一套军事服？真不用，侯爷，你快去主持吧。再不走，我怕月娘气得背过气去。记住了，吸引侯爷第一，比试射箭第二。去。瞧瞧你这身打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比美的。射箭靠的不是脸，是手上的真功夫。小姐好棒！看，宋小姐这一箭，比平时训练的时候更精准一些。看来云姑娘出师不利。怕了吗？怕什么？我还要谢谢宋小姐，把把心的位置让给我呢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赢过我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你若是输了，就一辈子不许踏入将军府一步。那宋小姐若是输了呢？我若是输了，也一样。宋小姐，你倒是对自己挺狠呢，别忘了你自己说的。侯爷，别紧张，说不定云姑娘她能赢呢。哎呀，蠢丫头，这都被人计较，你有这不服输的精神，你倒用到别的地方去呀！他明明是新生，姿势为何如此老练？哎呦，这架势可真标准，就算一会儿射不中也不丢。中了！好，这怎么可能？常规操作，不要惊讶嘛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也可以。云姑娘才练了几天就能正中红心，她简直是天才啊！她确实天赋很好，也愿意苦练。难怪云姑娘敢跟宋小姐打赌，原来她是胜券在握呀，害得我们一直担心她。谁担心了？是属下担心，担心你孤独终老。哇，真不愧是侯爷看中的女人。这一手剑术，咱们营里也没几个人比得上吧？不可能，你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有本事再来一次，再来几次都一样。不用变了。侯爷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丢人的。看得出来，这个距离你不会失手。有点眼光吗？穆大哥，方才他只是凑巧，我不服。这个距离下，云生游刃有余，再比几次你都赢不了。谁说的？我也都射中了呀，就差一点点。再来几次都一样。我不信。你能考90分，是因为你的记忆只够90分，而我考100分，是因为满分只有100。你说什么？哼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再比一场啊，让他们把这个靶子拿50步之远，我们再比一场。比就比，我还怕你？穆大哥，你给我们做裁判。好，那这一次，你们两个同时射出，
一剑定胜负。云小姐真棒！怎么样？我赢了，愿赌服输吧。什么原因都能射中，你早就会射箭了，一直都在骗我。不要顾左右而言他，愿赌服输。说到做到。哼。生生，你学了几天，竟能射得这么准？侯爷教的好。晚上来找我。啊？什么？晚上来找他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？完美。虽说你平时那些技艺学的稀松平常，这张脸倒是生得格外好。今夜呀，一定会把侯爷迷得神魂颠倒。我觉得吧，侯爷他这话多半不是那个意思。胡说！这孤男寡女约你晚上相见，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哪个意思呀？有没有可能是约晚上是因为他白天忙着骑射比赛的事情，没空理我？毕竟深更半夜还推演阵法的人，996都不能满足他蓬勃的工作热情。呸！我呀，为你准备了一些小菜，你带去给侯爷尝尝。我保证他吃完之后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也会有那个意思的。什么？不是吧？牡蛎炒韭菜，烈火点干柴。羊肉炖枸杞，夜夜都要你。木耳炒海参，春风吹又生。不好吧？哎，你还想不想嫁给侯爷了？别扭扭捏捏的。想啊，月娘，我想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但是我不想让侯爷死啊！吃这么多壮阳菜，这吃了不会出事儿吧？哎呀，这些呀都是一些小菜，比起侯爷要你那晚喝的那种酒都差远了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快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！快去吧！去！侯爷，云姑娘来了。怎么才来？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等等，妾为侯爷做了几道菜，要不先把菜吃了再去？也行，刚从军营回来，正好饿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自己做的？不，月娘做的。一起坐下吃吧。我你先坐，你太瘦了，得多吃点饭，才有力气。吃啊！不想。我们射马培训过午不食的，吃宵夜是要被责骂的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晚上吃多了不消化。你受苦了。侯爷，你先吃饭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全吃完了。
吃这么多，一会儿会不会吃不消？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弓箭房。很好，果然不是那个意思。算了，那么多菜都吃了，就按月娘说的办。侯爷，这是哪儿啊？我害怕。跟我来。今天进城可以，至少先牵手了。走吧。这里这么多弓啊！看来你是真喜欢弓箭啊。对啊，我当然喜欢，正中靶心的时候特别踏实。踏实？哦，也对，正中靶心能够提高命中率，胜算的可能就更大，心中自然踏实。倒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算了，不说了。那侯爷带我来这儿，我从白天一直想着你的事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在这里最好。难道我猜错了？他竟然真的开窍了？但在这儿也太……难道……来，试试你能拉开几弹的弓。给，试试。我这里的弓3弹到7弹，应有尽有。侯爷这么晚把我叫过来，不会是为了让我把这里的每一张弓都试一下吧？是啊，我从白天我就一直在琢磨，你看这力量并不大，却能轻易的拉开3弹弓，而且这准度还不错。我就在想，要是将你的射箭技艺推广至全军，岂不是能够极大的提升我军的战斗力？行吧，幻想木星祠开窍是我的错。来，先试这3弹的弓，来，快试试。好，来。花前月下，虚度青春，好在哪里呀？试试这把。好，给，试试这把。这身体好像已经到极限了，不行，我就不信我拉不开。小心！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啊？开窗户。是壮阳菜起效了，被他带跑偏了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对，办正事，不然1年期满我就死定了。侯爷，月娘怎么做的来着？侯爷，你看我的手都肿了，好痛啊！那歇一歇，我们改天再练吧。那也我要了他，是因为我喝了别人的酒，可方才我明明清醒，怎能如此不尊重他？不是吃了那么多菜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哼，我身材有那么差吗？一点面子不给。云姑娘，侯爷让我送您回去。走吧，完了，又要被月娘念叨了。她
可真的比教练可怕多了。哎，侯爷，你不是在跟云姑娘交拉弓弦吗？我让她回去了。啊？啊，这么快？有这么热？刚从厨房切的西瓜，吃吗？庄毅，你说遇到一个人，若是你看着一个人，就想莫名其妙的靠近，还浑身发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侯爷，您说的这个女人是云姑娘吧？对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老侯爷保佑，长公主保佑，我家侯爷可算是开花了。嘀咕什么呢？侯爷，你这是对云姑娘心动了？这就是心动。侯爷，云姑娘左右已经是你的外室了，我看云姑娘对你也一往情深，你也喜欢人家，就算娶不了妻，你可以把她接回府里吗？无名无分，那太委屈她了，不好啊！侯爷，你去哪儿？练功。唉，把别人接回府里，也委屈人家呀。唉，我的侯爷呀，这人怎么能犟得过自己的心呢？怎么样？这次总成了吧？成啊！我这腰酸背疼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穆青瓷，我实在不想挨骂补课了，你就背个锅吧。我就说嘛，总算成了，我们家生生啊最出息了。那我先回屋睡觉了。我困了。好，你快去睡觉，明日的课不用上了啊！老天爷啊，这可比拿冠军难太多了。快看看，我家父亲明日就要嫁给蒋大人为妾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月娘啊，你说咱们都一起从扬州来讨生活的，你家云生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啊？谁说的？我们家云生啊，早晚能进侯府当妾。当妾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吗？你吹什么牛啊？谁不知道侯爷不娶妻不纳妾，说是养着你家云生当外室啊，其实人根本没来过。吵架吵不过也赖我。谁说的？昨夜我家生生还与侯爷缠绵了一夜呢，生生对不对？啊，对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天把簪子拉上。我们昨夜……侯爷，拜托，别拆穿我，不然我要被月娘念叨死。你不是想找到改进弓箭精度的办法吗？你先配合我立刻马上帮你研究啊！你能改进？必须呢。说吧，我该怎么说？你不用说话，只要看我眼色行事就行。昨日侯爷的功法太凶狠了，妾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，今天站着都费劲。那我们回屋休息去啊。好，都听侯爷的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让我配合吗？也行，算了，快放，驾，快点！哎呦呦，瞧，侯爷对我家云生啊真贴心呐。别走啊！好了，到了，把我放下来吧。
要多吃点，真的不要做那个瘦马的训练了，身体康健最要紧。什么训练啊？昨晚你不是说……昨晚的事别再提了，一个字都别提好吗？那你方才还自无名声，难道你是在跟那花娘斗气？侯爷可算看明白了一回了。像雷霆打赢架了的样子。雷霆是谁啊？啊，雷霆是庄一养的小鹰哥，他每次打赢就趾高气扬的。好，不要再说了，你把簪子给我吧。你刚才说有办法改进射箭技术，怎么了？昨天都成那样了，他都忍得住。扬州瘦马这套从根本上来说根本行不通。莫星祠这人就是个终极事业脑，一心只有工作。这都过去1个多月了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干脆改弦易辙，从工作下手。让我帮你可以，但是还有个条件。说吧。只要我能办到。要他立刻答应成亲是不可能了，得循序渐进。我要住进将军府。就这样？对。要命，开价开低了。算了，能登堂入室也算进步。但是我府上恐怕你住不惯。没关系，我不挑的。也没有琴棋书画、胭脂水粉那些东西。我也不用。好啊，那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回府啊。哦，走。不错不错，我就说嘛，这男人一旦开了婚呀，哪还能顿顿青菜豆腐？哎，快把生生的衣服首饰收拾收拾，打包带去将军府。等等，我先买点东西。你要想买衣服，可以让人到将军府去。不是，我得找改造弓箭的材料。我观察过了，你们的弓弦都是牛筋做的，这事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我先去把东西买回来，买回来之后我去找你去。小郎君，这是把夫人惹生气了。她不是我夫人。哦，那便是心上人。哎，要不买点糖果点心哄一哄？我这儿种类丰富，什么都有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吃。包好了。你买了什么？糖果，还有点心。答应帮他改造弓箭，居然都会给我买东西了。谢了。你也要吃？那我再买一点。小郎君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这边的点心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你不能只给小孩子买嘛。小孩子要哄，心上人也要哄的嘛。再给我拿一包这个。不尴尬，不尴尬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宋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京城送来的书信，我爹让我给你。你怎么不送去府里？上次射箭输了的赌注，愿赌服输。我宋叔姨说到做到，是不会踏进将军府的。今日15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这儿，就来等你了。这姑娘虽说骄纵了点，倒是挺有意思。将军今日来的好早啊！路过点心铺，给孩子们买了点零嘴。那我叫他们出来，他们要是知道将军来了，不知道多高兴呢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下次吧。啊。我在这条街上住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知道还有间学堂。这不是学堂啊，这些孩子的父亲大多都是5年前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的遗孤。原来如此，
穆大哥，你帮他们置办宅子，又请老师教他们读书、写字、习武，已经很厉害了。都怪北荣那些蛮子，出尔反尔，贪得无厌。还好有你镇守，这几年他们才不敢再来骚扰了。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穆大哥，我先走了。5年前，穆星慈也不过16岁，刚在大战中失去了父母，就一肩扛起了西北的所有军务，难怪满心满眼只有工作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侯爷真了不起。没什么了不起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们都是别人的儿子、丈夫或是父亲。我只希望倘若还要上战场，伤亡能少一些。你想改进弓箭是为了这个？当然，技艺多精进一分，那么到了战场上，活下去的可能就更大一点。他一心追求最强的战力，为的却是不战，难怪李州城能成为西北最大的城池。走吧。去哪？改造弓箭。哎呀，将军府不大，这里就是我的房间，你们以后就住这里吧。回头让庄毅把房间收拾一下。几天没见，侯爷终于想通了。我搬到西院去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靠你们何年哪月能成事？侯爷呀，我们家生生啊，从小胆子就小，这院子这么大，侯爷不在，他会害怕的。我在府门口安排8个守卫。不是，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我只懂弓弦，不懂战场。改造的时候，还要随时向侯爷请教。啊，对，西院荒废已久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收拾不出来。哎，侯爷，要不咱们就住下吧？难道真是我老了，学的东西都过时了？是你！你竟然敢偷偷混进军营！我要告诉侯爷！纠正一下，我是光明正大进来的，侯爷允许我自由出入。我想进军营，每次都要申请，你凭什么可以自由出入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了解侯爷吧，比较知道侯爷的喜好。你不就是射箭准头比我强一点吗？我也勤加练习了，下次比赛我一定能赢。可是侯爷喜欢我，可能不只是因为我弓箭技术好，还有……穆大哥，他不要脸！舒仪，休得无礼。他说可以帮你做很多事。他是可以帮我做很多事情。你们，穆大哥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被他带坏了。他是来军中帮我们改良弓箭的，怎么就带坏了？改良弓箭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看你也很喜欢射箭，不如加入我们吧。怎么改进？不会又是练石锁吧？算了，本姑娘没兴趣。我们的弓箭啊，用的是牛筋。穆将军，本官听说你把外室都带进军营了，这可不像话呀！何大人，他是我特地请来改造弓箭的。他是谁？
刑部刚派来的钦差查北荣奸细的事，他儿子从前在军中犯了事，被穆大哥革职了，所以他处处都与穆大哥作对。请一个青楼女子来为军队改造弓箭，这是拿将士的性命开玩笑啊！何大人，刑部只是让你查北荣奸细的案子，这是军中的事，本侯无需与你过多解释。听说将军遇刺那天，此女一眼叫破了刺客的名字，若不是与他们有勾结，怎么可能如此的精准？我怀疑他就是北荣的探子。他不是。侯爷怎知他不是？还是让下官把人带走，查问清楚的好。来人！何大人，这是要给本侯的人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。侯爷，你非要包庇此人，本官回京就只能如实禀报皇上了。那大人就去报。何大人，我能够知道刺客的位置，是因为我喜欢研究弓箭之道；我能够随意的进入军营，是因为我有改良弓箭的技术。哼，我朝的军用弓箭和北荣的军用弓箭相差射程大约在60尺，所以在攻防战中，我朝一直不占优势。诸位将士应该都知道，我说的对是不对？确实如此，此事全军上下都已知道。你能说对了，也不奇怪。可是我不仅知道，我还能改良我军的箭术。当真？何大人，若是我能够做到，是不是就可以自证清白？当然能啊！要是我们比他们的射程远，我们守城的时候更是如虎添翼啊！对，云姑娘一直为咱好，怎么可能会是探子？你要是做不出来呢？任凭何大人处置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哼！这明明制弓的工艺都一样，可是我们的弓就是不如他们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都是用踏木作为弓，牛筋作为弦，但是北荣是游牧民族，取的是最健壮的牛身上的筋，而我朝注重农耕，民间是禁止杀牛的，取的都是衰老而死亡的牛身上的筋，所以自然逊色一些。原来如此，可是耕牛不得宰杀是律令，无法改变。这你要怎么做出好的弓箭？你在担心我啊？不担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你的。你本身就是清白的，无需自证。如果真让他们带走你，那便是我的无能。穆星慈当真是个好老板，对自己的人坚决维护到底。侯爷自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但是三人成虎，你常年在西北边陲，而他在京城里，若是他向圣上告状的话，日积月累的，皇上若是起疑了，吃亏的还是侯爷。他要自证，并不是一时好胜心起，竟是担心这个。反正我肯定能做出来，他为难不到我的。云舍，你怎么了？庄毅，你说，若是你看着一个人就想莫名其妙的靠近，还浑身发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你是对人家云姑娘心动了？动心便是这样，
可他灿如骄阳，我却是孤星命格，行客亲人，怎能把他拖入泥沼？你不舒服啊？没有。侯爷，你干什么这么三针九烈啊？我就是想试试温度，不是想开你哦。也没发烧啊。侯爷试试这个，咋样？咋样？喂！一个工作狂竟然会走神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让你试试这根弦怎么样？哦。虽然我们不能够宰杀壮年耕牛，但是我们南方树林里有一种叫做蚕，它吐出来的丝没有蚕丝细滑，所以不能拿来做衣服，但是坚韧有弹性，可以与牛筋搓制在一起作为弓弦，就能增加弓弦的韧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谁能想到运动员课程还包括这项目的来由、发展历史呢？我国的教育还是太到位了。因为我们南方姑娘呢会用这种做蚕的丝做琴弦，我就想如果她能做琴弦的话，那么作为弓弦也一定非常好用。云生啊，如果真的成功了，你就是功臣，我给你请封诰命。那就不必了，请到了我也没命享受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娶我呗，你又不愿意。你竟然只想要这个？当然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啊。咦，这次木星祠竟然没有一口拒绝啊！侯爷，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难道不信我？不是，我信。那为什么侯爷每次都把我拒于千里之外？我不能害你，我去巡营了。你不气不气，再接再厉。不过，什么叫不能害了我呀？有病！这刚才不是和侯爷聊得好好的吗？这侯爷怎么突然要走啊？他说他不能害了我，所以不能娶我。月娘，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不会有什么隐疾吧？不应该啊！那晚他喝了加料的猛酒，可是把你好一番折腾，热水都灌了3、4次，都把你累趴下了。好了好了，月娘也不用什么细节都说好不好？咋了？一惊一乍的。这几天我倒是听将军府里的婶娘们说过一件事，他们说侯爷刚出生时，有一个老和尚给他批过命，说他是天煞孤星，注定杀伐重，情缘凉薄。那老和尚的话能有几句真啊？可是之后侯爷15岁时，他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战死，而且好像从小定下婚约的未婚妻也死在了战乱里。听说侯爷后来为了不拖累其他亲戚，就自行守边，远离京城。他离开京城后，侯府里的亲戚倒是再也没出过事，所以大家都说侯爷这孤星的命格灵验得很，一派胡言啊！可是侯爷自从到了边关，确实是屡战屡胜，杀伐重得很啊。他不是嗜杀之人，他染的杀伐都是为了守护家国和百姓。小姐说的也对，不过侯爷好像是信的。没关系的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先解决了弓箭的问题，再来解决他的问题。大功告成。
我倒要看看云生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敢夸下那么大的海口，到时候可别连累穆大哥一起倒霉。哼，先软化再揉制，做弓弦而已，有什么难的？什么人啊？睡着了还说梦话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这女人得罪的人还真不少。怎么回事？走路不小心一点。这就是改装后的弓箭，让将士们试试，不就知道了？试试吧。是。啊，将军，这弓弦绵软无力，还不如我们平时用的，根本不可能拿到战场上用啊！越改越坏，还敢说自己不是北戎的奸细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哼，世人都说侯爷最是刚正不阿，看来也是将军难过美人关呐。何大人，这弓弦改良未必能一次成功，一次试验失败，再试一次便是。前几日他可是拍过胸脯的，现如今做出来的弓弦用不了，就该军法处置。云生是我的人，要罚也是我替他罚。侯爷，不用。贻误军机，按照军法罚50军棍。罚完，你再试便是。我说不用，就不用。我的男人怎么能受这憋屈？何大人，你是不是未免太心急？我说让你试试，可没说那是我改良之后的弓。你说什么？这才是我改良后的弓箭，射最远的那个。啊，云姑娘，这……我相信将军的本事，也请将军相信我的技术。射。将军，成了！将军，成了！那刚才那把剑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些也是我改良过的弓箭。啊，那为何会弓弦无力？那就要问何大人了。你的弓弦有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那些弓弦会软而无力呢？并非是我的制作有问题，而是有人在未熏制好的弓弦上洒了水。你血口喷人，你可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那天我来找侯爷，正巧我看见有人偷偷进了营房，往云姑娘的弓弦上倒了水。这块刑部令牌，大人应该很眼熟吧？就是他落在营房里的。何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损坏兵器，延误军机，按照军法，重打50军棍。来人，带走！穆星慈，你敢！我可是皇上钦定来查案的。带走。你早就知道他会动手脚。这个嘛，还要多谢宋姑娘。我和你争是正大光明的争，可不会便宜和亲那种恶人。我爹说了，
打仗打的都是人命，你的弓箭能救很多人。怪不得这几年李州城越来越好了，太守和将军都是爱惜民力兵力的人，你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。别以为你说几句好话，我就不和你争了。我可不吃你这套。这次就算你赢了吧，他穆大哥一定是我的。月娘，这婚礼你去参加不就行了？干嘛还非得带上我们？废话少说，这可是我从小到大的手帕交，就在隔壁宿州城嫁女，当然要去。再说了，小别胜新婚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？哎呀，你说你在将军府住了这么久，跟侯爷都没有进展，你呀就该吊着他，让他看不见摸不着，让他想念你的身体，想念你的味道，想念你。好，别说了，我去。再说下去都得马赛克了，到底是谁说古人含蓄？云姑娘，啊，侯爷他怎么喝了这么多？侯爷他今天高兴，来敬酒的人他都喝了。那我去弄点醒酒汤。有了。庄将军，你也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这有3个人呢，能照顾他。好的。云生，是我，能起来吗？我扶你回床上睡会儿。你要走？月娘说她要去隔壁的宿州城。你不要走。侯爷，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走，宿州城不如李州城好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确实不如，不过月娘非要去。那你不要去，我可以把将军府还有我京城侯府的产业全部都给你，你不要去。侯爷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要你的家产做什么？虽然我不能娶你，但是我可以把这些全部都给你。侯爷，你这样说，我会误解。误解什么？误解你对我有非分之想。不是误解，我待你的心本就不是风光霁月，我就是对你用心不纯，我怕你受伤，我还怕我看不到你。那就算你一定要走，这些产业也能护着你。所以你以为我是要离开李州城再也不回来了？不是吗？是月娘说她要去参加婚礼。所以你舍不得我走，对不对？你不肯娶我，却愿意把家产都给我。可以吗？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么让人震惊的答案。我看你现在不清醒，我扶你回去睡觉吧。
不是。那你要在这里做一夜啊？我睡着了你就不见了。怎么会？会的，爹和娘都是这样。我不会的。好了，看来你真是醉得厉害，要不我扶你回去休息。木星辞，醉了倒是比醒着更诚实。木星辞，你不想让我走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喜欢。看到你笑，我的心就跳得很快。老实人的情话还真有点上头，平和、强大，尊重每一个人。难得你还这么乖，很难叫人不心动。这任务排倒也不赖。生生，这可是你情我愿的，明天醒来你可别怪我。你情我愿，你对我也是一样的吗？废话。木星辞，你以后能不能稍微匀一匀，别每次禁欲1个月折腾一整夜，行吗？我腰都快断了。要不要叫大夫看看？叫军医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那我给你揉揉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娶我？你不会真的信那所谓的孤星命格吧？这是真的，我身边的人都会被我连累的。我不怕，不跟你成亲我才会死。别说这胡话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所以你是说，他要把家产给你，但是就是不肯娶你？那感情好啊，这钱在哪，男人的爱就在哪，这家都是你的了，侯爷的人自然也是你的。我也知道，但是不行啊，我必须得成亲。你哪儿想不开呀？你就当我想不开吧。喂，宋姑娘，别吃了，我请你来可不是嗑瓜子的。你倒是帮我想一想，木星辞到底怎样才愿意娶我？你还是别痴心妄想做白日梦了。侯爷小时候批过命，国师说他是什么天煞孤星，刑克倾盆，他根本没有兴趣娶妻。知道，我都说了我不介意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不信这些。那也没用，侯爷有个名义上的未婚妻，是谁啊？是林太傅的独女，叫林婉。不过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死在了战乱里。林太傅是侯爷的恩师，侯爷重情重义，发誓终身不娶，以伴子的身份照顾林太傅夫妇。那你就帮我想一想吧，有没有其他的法子？我？你疯了吧，云裳？我们可是情敌呀！这不是
你不是一点戏都没了吗？那我还有一点戏，与其输给别人，不如输给我。侯爷喜欢英姿飒爽的女人，要不你试试？我就知道宋姑娘仗义。哎呀，什么飒爽不飒爽的？要我说呀，就得给侯爷找一个情敌。这有人抢的东西呀，那屎都是香的。不对，这戏文里演的呀，姑娘应该创造个机会让侯爷英雄救美。哎呀，不对，就得找个情敌。哎，不，听我的，就得找情敌。你别听我说的不对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我们挨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我认识侯爷的时日可比你们要久，听我的准没错，就是英姿飒爽。都准备好了，传令下去，明日演武表现得好的，通通有赏。若是我表现得好，是不是也有赏赐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侯爷的话好没道理，我是侯爷的人，为何不能来看侯爷你？侯爷，你觉得我穿的如何？适不适合明日去武场上大展身手？以你的剑术，无论穿什么都不影响你大展身手。那我这么好，侯爷为何要躲着我呢？我哪有躲着你啊？最近军中事务繁杂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要去找庄毅，你等我回来再说吧。英姿飒爽，看来是没用，换个法子。要我说，你就该给侯爷找个情敌。周将军，今日辛苦了，不妨拿着帕子擦擦吧。多谢云姑娘。侯爷，那是云姑娘吧？她怎么和周将军在一块儿？周将军辛苦了一上午，喝点水怎么了？侯爷难道这种小事也要管吗？辛苦？军中操练哪有不辛苦的？周副将，你这么闲，不如去跑上10圈，战场刀剑无眼，没有人跟你送帕子用送水。侯爷教训的是。还给我手帕，又不是给你的。若你再在军中胡闹，我马上送你回将军府。吃醋倒是吃醋了，不过就是有点太费人了。那以后谁还敢配合我？不对，照那些戏里演的，姑娘应该创造个机会让侯爷英雄救美。你是说云生来这找材料，结果被人给堵了？是啊，幸亏我机灵，趁乱跑出来找侯爷帮忙了。哎，快，做鞋做全套，银子可不好赚，快把我的手绑上！救命啊！把他们给我带走！侯爷，生生，你这演的哪出啊？楼下幸好侯爷来得及时。来人，是该好好整顿了。是。没事吧？也没顶用啊。要不再找几个真混混？小姑奶奶，这几个都被丢大牢里了，谁还敢接你这活儿啊？张将军，我家云生对侯爷的心思，你是清楚的吧？我们家侯爷啊，向来不近女色。云姑娘还是第一个
能在他身边待那么久的。侯爷重感情，云姑娘陪着他，定是日久生情。谈什么日久生情啊？总共就睡了2次，谈什么日久生情？月娘，庄将军说正经话呢，可不是你在楼里说的那些荤话。我当然知道庄将军的意思，那你等得了日久生情吗？啊，等不到啊。近几日我们侯爷他会去附近州郡巡视，不如云姑娘跟着一同前去，然后还多些和侯爷相处的时间。有道是女追男隔层纱，烈女怕缠郎吗？这个好。侯爷，你怎么跟了？巡查州郡是苦差，可不是什么游山玩水。侯爷，我知道这是苦差，可侯爷不在身边的日子更苦。我保证这一路不作妖，侯爷就带上我吧。你别说这样的话。那我好好说话，你就带上我。走吧。好苦啊！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啊。这一路上的驿馆可不多。侯爷也说了，这一路驿馆都不多，万一我一个人回去，说不定就遇上什么山匪山贼了。生生，别玩了，我错了，我想通了。如果你愿意，等这次回京，我就请皇上为我们赐婚。所以，不要再想着假装遇险，我不想让你受伤。当真？当真。我想让你快乐，我不想让你受苦。只要你在意，不担心我的命格，那我更不会在意。我会护着你，直到我死的那一天。不，瞎说，你才不会死，我们都会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们都好好活着。一会儿到了驿站，你好好歇歇。那是不是到了驿站马上就可以洗冷水澡？你要是不墨迹的话，应当还能洗个热水澡。好，那一会儿到了集镇上，我要先去买点干粮。走。平日里也不见你有多爱逛街，怎的到了龙城，东西还没安置好，就急着把我拉出来了？庄毅出的这主意好是好，但是野菜我真的吃够了，我们去买点干粮。碰坏了我们的东西还不准备赔？你这是哪里来的道理？师哥逃亡我们赔了1两银子，你还要我们怎么样？1两银子？你打发谁呢？那可是我祖爷爷的祖爷爷传下来的，把你全部银子给我还差不多。站住！我就饶你一命。站住！我就饶你一命。还你就是。多谢姑娘搭救，若不是你，我和妹妹恐怕要追不回这钱袋了。举手之劳嘛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听你的口音，不是龙城人。我和哥哥都是京城人，是为了陪姑父姑母回乡奔丧才离开京城的。谁知道回京路上还能遇见这种事儿？兰儿、瑶儿，你们俩没事吧？姑母，云生，你觉不觉得你和这位夫人长得很像啊？仔细看，姑娘和姑母确实长得颇为相像，难怪我见到云姑娘就觉得亲切。没事吧？都说等安顿好了，我出来陪你逛逛，你非要带着月娘出来。要不是我听人说有个侠女一剑吓跑了几个小混混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儿呢。呀，几个小混混而已，不用担心，是这几位被抢了钱袋子。
师父师母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事儿说来话长，我和你师母刚从岭州奔完丧，正准备回京。你呢？我来这边例行巡查，不过年底我也要回京。师父师娘若是不着急的话，在这待几日，我们一起回京，可好？好，太好了！京城一别多年，看到你平安健康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好孩子，师母这几年可没少挂念你。侯爷，我是瑶瑶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表姐经常带着我去找你玩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先回驿站吧。小姐，下次再出去可得和我打声招呼，你不见了可把侯爷都急坏了。这个叫云生的女人是什么来历？难不成她是侯爷的女人？不，侯爷什么世家贵女都不肯娶，怎么会瞧上这么个货色？乔星慈刚刚紧张的样子，对着姑娘倒像是动了真心。这孩子这么多年不近女色，没想到也有他动心的时候。侯爷，我看你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，特意煮了川贝梨汤，你趁热喝点吧，也好解解乏。要不是有你，我们回京的路上肯定不会太平。不必，君医特意嘱咐过我这身体不适合川贝，而且今日救你们的是云生姑娘，上官姑娘该谢的也应该是她。我今天还有事情，姑娘请回吧。上官姑娘，你这么晚不休息，找侯爷有事儿？庄将军，那个叫云生的女人和侯爷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管云姑娘和侯爷是什么关系，都不是姑娘可以随便打听的。怎么了？谁惹咱们瑶瑶生气了？还不是那个穆星慈，他和表姐可还是有婚约在身，怎么能和不知道哪儿的女人打得火热？他这么做对得起表姐和辜负国母吗？瑶瑶，你这是哪里话？当年订婚之时，谁能想到婉儿会出事？如今星慈遇到合适之人，总不能让他为了婉儿终身不娶吧？穆星慈是姑父的得意门生，姑父自然向着他。国母，难道你也甘心吗？你姑父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星慈是个好孩子，他现在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姑娘，这是好事。我作为一个长辈，可不想看着他孤独终老。国母，行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姑母乏了，回房休息吧。好吧。星慈确实是好孩子，不过我瞧着瑶瑶对他也有点意思。这丫头的心思全写在脸上，谁人不知啊？不过这婚姻大事总得讲究个你情我愿，星慈不愿，他一头热有什么用啊？这星慈又不是木头，我看他对那个云姑娘是有真心的。婉儿已经不在了，咱们不能耽误星慈。我与那位云姑娘也极为投缘，我想着，既然当初这婚约是与咱们林家定下的，那不如咱就直接认云姑娘为养女，让他们完婚。这个主意不错，那就听夫人的。好。云姑娘还真是好手段，知道我姑父姑母是侯爷的老师师母，急不可耐地贴了上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是姑母请云姑娘一起喝茶的，她昨日救了我们俩，姑母又觉得和云姑娘投缘，已经决定收云姑娘为义女了。姑母，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，
我与你姑父商议过了，等回了京城就举办认亲宴，正式认云生为义女。凭什么？就因为她长得与姑母有几分像吗？我不同意。够了！我和你姑母行事，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同意不成？你这丫头发什么疯？这种事情要和你说什么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人不大，心倒是不小。哼！老妖婆，别以为我姑父姑母认了你家那个姑娘做义女就了不起了。我和姑母可是血亲，这辈子都别想越过我去。上官姑娘说的是，这血缘关系啊，确实是代替不了的。不过当年侯爷和林家的婚约上写得清楚，侯爷要娶的可是林家的女儿。这义女是女儿，这外甥女啊，可就永远都是外甥女啊。那又怎样？不怎么样。不过等到回京之后啊，这林大人和林夫人要给我们家生生和穆侯爷订婚了。做梦！侯夫人的位置一定是我的。浓如桃李，艳若牡丹，这一打扮呐，真是国色天香，一点也不输给京城的大家闺秀。等认完亲就是太傅义女了，可不就是大家闺秀吗？对对对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别这么说嘛，总让我觉得我这只麻雀变成凤凰似的。我就算认了亲，我也还是我自己。太傅大人怎么这么突然要认义女啊？上官姐姐，你见过那位义女吗？什么义女？一个乡野丫头。这就是那位义女，当真是国色天香，芳华绝代啊！她与林夫人年轻时当真十分相像呢。莫不是林小姐又魂归故里，回到林家了？除了一张脸，一无是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理？当初在集市上可是我家小姐救了你们呢，真是忘恩负义。我如何做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给我闭嘴！谁给你的胆子，在认亲宴上撒野？放手！一个野丫头，靠这一张脸攀上了我姑母，还好意思在这里耍威风？哎呀！怎么？侯爷，人生他欺负我。若方才是云生推的是你，你应该上盘不稳。可是我分明瞧见你是下肢先泄力，才摔在地上的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提醒你，这个女人两面三刀。她当面对着我们讨好你，背后对我们耀武扬威，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。云生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要了解。不会的。侯爷如此维护这女人，莫非是对她动了真心？就算我表姐去世了，也轮不到这女人上位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认亲礼就要开始了，快随我进堂。之前看你总是不解风情的样子，如今有了心上人，可算是懂事了。师母，以后呢，有生生看着你，我就放心了。走吧。看来林夫人是真打算让这个义女与穆侯爷成亲了。上官瑶可是自诩林夫人最亲近的人，打着主意要嫁进侯府呢。这一来可是美梦泡汤了。兰儿，今日过后，你与云生就是兄妹了。云姑娘豪爽仗义，
姑父姑母认她为义女，实乃锦上添花。诸位，林某与夫人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子，难得与云生姑娘极为投缘，便有意收她为义女。今日邀请诸位亲友前来观礼，做个见证。恭喜太太喜得义女。父亲，请喝茶。母亲，请喝茶。生生，这镯子林家代代相传，今日我将它送给你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都认了我这个母亲，这缘分可比手镯贵重多了。今日林府除了认义女，还要宣布一桩喜事。小女生生与穆侯爷两情相悦，穆侯爷自幼便与林府定亲，今日老夫便做主为他们定下婚事，也算双喜临门。什么双喜临门？与侯爷定亲根本不是他，是婉姐姐。瑶瑶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婉儿她已经走了，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呀。不，当年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婉姐姐的尸体，我相信她一定还活着。说有朝一日她回来，发现她的夫婿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妹妹抢走，她该有多伤心。侯爷，小时候你和婉姐姐感情最好，你怎么能背信弃义另娶他人？你也知道那是小时候，我对婉儿只有童年之意，并无男女之情。若是有一天她能回来，我会认她做妹妹，全力补偿她。而与我共度一生的妻子，只能是云生。承蒙太傅大人不弃，愿将爱女下嫁于我，星子以性命发誓，会一生一世守护云生，至死不渝。好好好。瑶儿年轻不懂事，一时冲动出言不逊，姑父姑母莫怪。站住！你怎么能在姑父姑母认亲宴上大闹？大家闺秀的教养呢？教养有什么用？我规规矩矩做大家闺秀，还不是要眼睁睁看着侯爷被不三不四的女人抢走？住口！云生是个好姑娘，你不许这么说她。连你也这么维护她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哥哥也喜欢的女人，也想娶她，对吗？你胡说，他已经定亲了。定亲又如何？侯爷也定过亲，还不是照样被那个女人勾走？你貌若谪仙，文采斐然，是全京城所有女子的春闺梦里人。从侯爷手里抢走一个女人，又有何难？你疯了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只要你把那个女人抢走，新四哥就是我的了。哥哥，你不想成全自己的心吗？哎呀！快来看看，这些都是你的嫁妆。这也太多了吧，母亲何必这么破费？多什么？我还怕备得仓促不周全呢。哎呦，这10里红妆比那扬州首富嫁女儿还气派。我们家生生呀，真有福气。姑母，云妹妹好。表哥好。你怎么这时候过来？来见你姑父的？正是，姑父近日忙于著书，眼看花朝节在即，想安排我主持今年的曲水流觞雅集。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早该独当一面主持雅集了。姑母谬赞，
不知云妹妹对雅集可有兴趣？听说雅集是京城最优秀的世子才有资格去的，我才疏学浅，就不去献丑了。怕什么？雅集上都是你父亲的学生，你就跟着去玩吧，没有人敢怠慢你。是啊，大家都知道姑父收了义女，十分好奇，你肯赏光是给雅集添灰。那就多谢表哥了。云妹妹客气了。这场景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啊！好看，好看。生生，虽说你要嫁人了，也不耽误欣赏美色。走走走，快去看看。果然是嗜酒风流，赏心悦目啊！这京城的男人是比李州城那些大老粗顺眼多了，咱们女人啊，就该来这样的地方。月娘，你矜持点，别给小姐丢脸了。云妹妹来了。诸位，这位就是老师认的义女云姑娘。诸位有所不知，云姑娘一手剑术出神入化，曾帮我击退碰瓷敲诈的混混，是我的恩人。上官兄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。云姑娘，请受小可一拜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快快请起吧。大家正饮酒作诗呢，你也一起来吧。这我也不会作诗。这有何难？你坐我边上，我帮你作弊。我不会喝酒。不怕，我让人将酒换成清甜的果酒，不醉人的。你先入席。我看他呀，是想追你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老娘混迹青楼20年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不感兴趣，这眼神可是骗不了人的。我都已经定亲了，上官兰不会这么没品，还想着敲木星祠墙角吧？这人闹这死出，万一影响了我的婚事，不是要我命吗？不管了，防患于未然，必须斩了这烂桃花。云姑娘，好酒，就是不能切2两鲜牛肉当下酒菜，不够过瘾。这么风雅的聚会，你点这样的下酒菜，粗鲁。云姑娘不愧是性情中人。来人，切2斤牛肉。真名士，字风流，如此大快朵颐，果然别具风味。不会吧，这都行？云姑娘，饮了这曲水流觞里的酒，可是要作诗的。作诗？我最爱作诗了。自古圣贤皆寂寞，不如酒肉穿肠过。1杯2杯3、4杯，喝趴酒滚一大堆。我的祖宗啊！这什么狗屁烂事！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。我要见你家小姐，进去通报一声。侯爷，今日小姐一早就去了曲水流觞参加花朝节雅集。今日竟已是花朝节了。侯爷，每年的花朝节，全京城的才俊不都要聚在曲水流觞饮酒作诗，施展才艺吗？那场面，哪个姑娘见了不得风心大乱呐？走，去曲水流觞。侯爷，
上官公子在为云姑娘画像呢。本侯有眼睛，看得到。无带当风，飘然若仙，妙啊！上官兄，画技更精进了。是云妹妹仙姿玉貌，才让我妙笔生花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不然母亲该担心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姑母报备过了，她答应让你玩个尽兴。花朝节的烟花会可是重头戏，今日不去，可要等明年了。是吗？那我可要带我的爱妻好好欣赏一下。这怕什么来什么？穆星子不会误会了吧？那我可冤死了。穆侯爷。本侯驻守边疆多年，还不知道京城中竟有这样的机会。各位公子，也带我一个吧。今日曲水流觞雅集是姑父的学生小聚，巧了，我也是他的学生。哦，是吗？那就请侯爷一展长才，让我等开开眼界。这画技是不错，只可惜不够传神。哼，京城论画技，若上官兄是第二，还没人敢称第一呢。今天就让你看看谁是第一。像，这简直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想不到莫侯爷的画技竟如此出神入化。是啊，连上官公子都被比下去了。哇，侯爷，怎么画的这么好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是将你的模样缩小1倍画在纸上，缩小1000倍万倍的地形图我都画过。就是，军中的地形图都是我们侯爷亲自画的，行军打仗丝毫不差，可精准了。哼，原来是拿云妹妹当地形图画，真是不解风情。两军交战，地形图最是重要，偏差分毫，可能就血流成河。侯爷愿意用如此技艺来画我，我觉得比万种风情更珍贵。烟花都散尽了，我送你回府吧。不要，就算没有烟花，还有繁星满天，我不想走。我怕你回去晚了，师父会怪罪你来曲水流觞捣乱，你就不怕他怪罪你了吗？你还真是个大醋坛子。你当我想吃醋啊？这京城中那么多风流倜傥的贵公子，我怕你看见了，觉得我不好。哼，你是挺不解风情的。我以前满心都是钻研兵法战术，但是我现在，我只想了解你的心。你要是觉得我不够了解风情，你就教教我，我肯学。那我便教你第一招。小心啊！我可以把丝带摘掉了吗？别急嘛，你先猜一猜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有鱼鳔县、新期，还有燕羽儿。这里应该是弓箭坊。
不解风情，你一下就猜到了，我还怎么给你惊喜嘛？对不起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不过，你为何带我来弓箭坊？你生辰不是快到了，我想送你一件称心的礼物。这里的弓箭，你看，你喜欢哪个？随便挑。还是你懂我。这里的掌柜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为何会有间弓箭坊？这铺子是母亲给的嫁妆，我思来想去，开弓箭坊最为合适。可是在京城，这弓箭怕是不好卖。可是我不喜欢胭脂水粉，不喜欢绫罗绸缎，我只喜欢弯弓射箭。我想用自己的喜好安身立命，而且这里市口很好，慢慢经营会有知音上门的。小姐，这有家弓箭铺子。谁这么有品，在寸土寸金的东市开弓箭铺？我看看。侯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我有品啊，我是这家店铺的掌柜的。刚来京就做生意，也不怕赔光了本钱。还好我心善，给你出个招。宋大小姐有什么妙计？我帮你出1万本钱，你跟我合伙。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了。我是认真的，你看你这店铺位置那么好，弓箭那么精良，一看就下了血本。跟我合作，我是帮你平摊风险啊。可是我有侯爷，我不怕风险。你想跟我合伙，你得有更大的本事。表哥，淑仪表妹，好巧啊！来，正好你来了。这家弓箭铺是我开的，你不照顾一下我生意？这太平无事的，谁还买弓箭呀？好啊！你刚考中了武曲，就想荒废剑术，跑去告诉舅舅。别，我买。来都来了，不带朋友一起？买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这做生意呀，不光要有本钱，还得有人脉。侯爷常年驻守在李州城，在京城的亲友并不比我多，所以你跟我合伙，我帮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好，恭喜你成为我的合伙人。哎呦，你这人怎么走路的？没长眼睛啊！你这臭婆娘，月娘！什么月娘日娘的？你认错人了！站住！我不可能认错人的，你就是月娘。哎呀，李老爷，人家早就从良了，别张口闭口叫人家花名。你从良了，那云生呢？他也从良了。云生早就跟我分开了，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，您老就别惦记他了。难怪那贱人妖里妖气，原来真是从勾栏里出来的。这是莫侯爷啊，也许还不知道呢。小姐不如先告诉他，他知道了说不定会包庇他。我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。你们之前都问我在李州城能干什么，不如买一副弓箭回去自己试试。淑仪姐姐学了弓箭，能在边疆杀敌。我们在深宅内院学这个有什么用呢？这好处可多了。你们每日低头绣花，时间一长，是不是脖子酸痛，两眼发花？练剑可以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不仅可以矫正身姿，还可以养护双眼，而且可以沐浴在阳光下，在户外也可以锻炼臂力，是养生的最好方式。原来练剑好处这么多，我要买一副。我也要。你们就从最轻的弓开始练。这把不错呀。你们别傻了，大家闺秀学男人舞刀弄枪，传扬出去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剑术是君子六艺之一，男人可以学，女人也可以学。就是，你自己不想学，别拦着别人自强。
你自己不想学，别拦着别人自强。女子就该柔情似水，成日舞刀弄枪，被夫家当成母老虎退婚，就得不偿失了。若是怕夫家退婚就不习武的话，只能说明夫家欺软怕硬，想找个好拿捏的妻子。而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君子，一定会让妻子习武健身。说得好，生生不但剑术超群，还改良弓箭，为国效力。我这个未婚夫与有荣焉。云妹妹一手剑术惩恶扬善，英姿势无双，令上官兰倾慕。这弓箭我买了啊！我也要，好，一个一个来。什么英姿势无双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就是一个扬州兽马。你胡说什么？谁胡说了？我有证据。哎呦，生生，月娘，云生，好久不见呢。这猥琐男是谁？我想起来了，这李老爷是扬州盐商，当初想买下原主，月娘知道他是个折磨女人的变态，才会连夜带着原主逃出扬州，前往李州城。当初你在扬州做瘦马的时候，还甜甜的叫我李老爷，如今攀上了侯爷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扬州瘦马是什么？就是妓女啊！云妹妹，你难道真的是那种人？这还能有假？哥哥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户部查，他一定还是贱籍。我们虽是贱籍，但生生是清白的，他从来都没有接过客。进过青牢还谈什么清白？你们买妓女手里的弓箭，难道不怕染上脏病，坏了名声？快走，不要了！别走！侯爷，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你还不知道吧？生生的身份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还跟姑父求娶她？穆侯爷，您是天皇贵胄，怎么能娶一个瘦马为妻？这种女人，我买回家也就是玩玩，连个良妾的身份都不会给她。旁人伤害她，那不是他的过错，更何况一个人的出身说明不了什么。他在我心中灿若骄阳。星慈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包庇他？我可是听说这盐商最爱凌虐青楼女子，云生这贱人不知道被他玩弄多久了。凌虐贱籍也是犯罪啊，那就把这个盐商关进大牢吧。侯爷，别听他胡说，我这人最怜香惜玉了。只会欺负弱女子，废物！勾栏出身的贱人，还敢出手伤人！我要向姑父姑母告发你！上官瑶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只会动动嘴，不疼不痒，有什么意思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把剑放下！原来你也怕被人欺负。你要是敢伤我，姑父姑母不会放过你的。哥哥救我！云妹妹，此事是生妹错了，刀剑无眼，云妹妹稍安勿躁，请把剑放下。生生，我知道你在为我打抱不平，可你现在是太傅义女，若是伤了人，惹出了官司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求你了，放下剑吧！看在月娘的面子上，我饶你。你记住了，我云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来不会因为出身而自卑。若你对我不爽的话，下次就绕路走。这上官兰之前一口一个恩人，现在竟然跟你划清界限，忘恩负义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
因为我已经找到最在乎我的人，其他人的眼光都是浮云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方才上官家的人来府里，和老爷夫人说了你的身份。他还真是恶人先告状。生生，生生，看来父亲母亲都知道了。你这样的出身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老爷夫人，这事儿不怪生生，是我觉得我们的出身不光彩，所以没对你们说出实情。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们不要怪他，要怪就怪我一个人。只要你们还肯认生生这个女儿，我愿意离开京城，绝对不会拖累她的名声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干什么？沦落贱籍，又不是我们自愿的。父亲母亲，若你们嫌弃我的身份，我愿意离开林家。不行，你和侯爷还没成婚呢。你都要离开林家了，我怎么可能安心成婚？你怎么会这么不懂我的心呢？我们相依为命，又一起逃出吃人的青楼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的亲人了。生生，月娘，你们两个自顾自说了这么久，有没有问过我们的意愿呀？谁说要赶你们走了？出身可以选择，谁又愿意沦为贱籍呢？你们明明是受害者，我们又怎么可能落井下石呢？我既然认了你这个女儿，自会尊重将你养大的月娘。今后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太好了，生生，太好了！哼！京城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你身为当朝太傅，竟认一个扬州的瘦马为义女，这些都是弹劾你的奏本。陛下，微臣认的义女虽出身微贱，但品性高洁，义薄云天，还请陛下明察。这就是明察，才怒火中烧。你竟敢让他与威远侯定亲，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朕的亲外甥？陛下，威远侯与小女早在李州城时便已两情相悦，两情相悦也不行，朕不同意。威远侯到。威远侯母星祠，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少跟朕讲，知道朕为何召你入宫？臣愚钝。你要还认朕这个舅舅，就与那个扬州瘦马取消婚约。云生是臣的心爱之人，不是什么瘦马。别以为朕不知道，他不但是瘦马，还是你在李州城的外室。对，早在李州城时，我就与他情缘深重，此生非他不娶。你是长公主唯一的孩子，也是朕的亲外甥，怎能有一个如此不体面的婚事？你要是真喜欢，朕最多网开一面，准你将她抬为良妾。不可，男儿一诺千金，我答应他，绝不可能悔婚。若皇上不娶，臣就在此一跪不起。你要跪便跪，朕绝不心软你。哎呀，陛下一向宠你，而此刻在气头上，又何必顶着他来？太傅不必担心，既然皇上准我跪，就说明他还拿我当家人，他会同意的。侯爷他怎么样？侯爷他在陛下面前跪了3个时辰，膝盖都快废了。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别进去添乱。你刚才不是还担心侯爷吗？侯爷恶战3天都不带眨眼，跪3个时辰算什么？走吧。上。你怎么来了？让我看看你受的伤。没事，不过是些皮肉伤，别吓到你。可是你是为我受的伤。下跪是我自愿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还真是不会装可怜要糖吃。什么糖？我本来就不爱吃甜的。我说的糖是这个。
你的伤还没有好，不成。可这汤很甜，我如今是伤员，还想多一些甜。你倒是学得快。我才靠近了。我该回去了。一夜怎么就这么短？真想早一点把你娶进门。可是皇上还没有同意我们的婚事呢。侯爷，云姑娘，陛下来了。皇上您怎么来了？在宫外你叫朕什么？昨天罚你一次，就不认朕这个舅舅了？舅舅，我哪敢？朕带着伤药来看你，昨天刚受过罚，今天又跟这个扬州瘦马厮混。臣女云生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就凭你也敢自称臣女，朕一纸诏书就能让你灰飞烟灭。你不同意我嫁给新慈，时间一到，我照样灰飞烟灭啊！陛下，臣女虽是贱籍出身，却也有一颗赤诚真心。我与侯爷早已互许终生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舅舅，我是真的爱慕云生，愿用从容之间所有的军功，换一道赐婚圣旨。胡闹！军功是让你来换这个的。这军功本身就有他一半功劳。你说什么？他不仅剑术超群，还为我军改良了弓弦。如果没有他，战事至少要拖延到明年，才有望凯旋。一个扬州瘦马，真有这等本事？千真万确。好，眼见为实。去弓箭来。好。奇技淫巧，都说扬州瘦马最会讨男人欢心，想必你也是为了勾引星慈，才处心积虑苦练剑术吧？这剑法一看就是苦练多年，他与我才相识1年，谈何处心积虑？就算他真有军功，她也是个贱籍女子，你与她成婚，难独悠悠众口。她脱离贱籍，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吗？笑话！级分良剑乃是国法，岂容你无法无天？你想脱离贱籍，除非当众承受20级鞭刑。不行，这20级鞭刑，连男人都承受不住，何况一个女子？陛下，只要皇上答应我们的婚事，臣女愿接受一切考验。好，那3日后朕亲自监刑。这药每晚用1次，热敷膝盖后记得抹上。年纪轻轻的，别落下病根儿。3日之后，我替你去，他不会说什么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云生，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啊？这不是固执，我是想靠自己闯过这关。剑籍就像耻辱的烙印，让许多苦命女子身不由己。就像月宁，你能帮我一个，却帮不了所有人。如果我能通过鞭刑脱离剑籍，让皇上开了先例，以后想脱离剑籍的女子便有了路可走。你这粉雕玉琢的身子，怎么能去刑场挨鞭子？你也是太冲动了。脱胎换骨哪有不痛的？一顿鞭子就能换得自由身，是生生的幸事。母亲别担心。小姐，我给您准备了夹棉的中衣，您穿着上刑场挨鞭子的时候就没那么痛了。刑场上的鞭子连棉袄都能撕裂，再厚的衣服也不管用啊。成了，我去找老姐妹讨了这药膏，3日后你放心上刑场，我保你药到病除。你的老姐妹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药膏？哎呦，我那姐妹吧，有个老相好，就喜欢花钱挨鞭子，事后抹上这药膏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好使。原来如此，我算是长见识了。
皇上已经允诺，从你之后，想脱离贱籍的人都可以向官府申请，为自己争取自由。好，我已经备了最好的军衣，别怕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观刑啊。若是行刑人放水呢？53刻已到，行刑！生生，哼，她没了那身皮相，就算脱离贱籍嫁给侯爷，也早晚会失宠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是婉儿，是我的婉儿！你说什么？身上背后的胎记跟婉儿一模一样，我不会认错的。她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女儿林婉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会是婉儿姐姐？我就说嘛，当年我买下生生的时候，她发烧没了记忆，但京城口音好些年才改掉呢。所以我不是云生，我是林婉。婉儿，娘对不住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陛下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云生姑娘并非贱籍，乃微臣的亲生女儿。臣恳请陛下开恩，停止鞭刑。陛下金口玉言，岂可作废？臣女还撑得住。行了，你撑得住，朕的脸面都要挂不住你。你不就是怕朕会收回成命，断了贱籍女子的自救之路吗？朕答应你的事就不会变，你安心去养伤吧。谢陛下隆恩。你自幼沦落风尘，还能如此的深明大义，不愧是林太傅的女儿。来人，在，传朕旨意，赐林太傅之女与齐远侯择日成婚，令所司备礼册命。宣词。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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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万幸小姐命好，挨了几鞭子便与老爷夫人相认，这下一女变嫡女，成了侯爷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哦，看来这女主光环还是有的，作者这么安排倒也皆大欢喜。就是这1年之期该也到了，我得抓紧。你退下，我来吧。是。4天间推算了几个吉日，舅舅恩准我们自己挑选婚期。真的吗？那我能看最早的日子吗？就这么等不及要嫁给我？当然了，越快越好。最早的日子是正月初7。那不就是我穿过来的第1天吗？这接亲的花轿怎么还没来？小姐和侯爷感情真好，寻常亲娘这时候都要掉点眼泪，就你啊，盼着上花轿了。再过1个时辰，我穿书就满1年了，人命关天，我能不盼着吗？快快快，花轿来了！1拜天地。头好晕，这浑身无力的感觉，不会是时限要到了吧？2拜高堂。婉儿，婉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旧病发作？快，新太医，快！快，扶我起来，我们赶紧拜完堂。不行，你气血看起来这么虚弱，身体要紧。我赶在太医来之前，我们一定得把堂给拜了。快听我说，我也非常着急娶你。我知道你说什么，但是再不拜堂的话，我就真的撑不住了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月娘，夫妻对拜。
谢天谢地，终于赶上了。小姐，侯爷担心你饿着，让你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别一直等他。侯爷可真贴心呀，想当初那么不解风情，如今呀可真细心呢。侯爷别着急走啊，我还没喝够呢。走。哎，怎么还跟着呢？拦着我干嘛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自己喝去。侯爷，小姐说了，侯爷要答对3道题才能入这洞房。这个有意思，新娘子快出题。这第1题，若是有比我更美的女人出现，你可坐怀不乱。能。答错了，应该说不会让这样的女人出现。哦。第2题，如果我们2个吵架，你能不能道歉哄我？能。错，你应该处处让着我，不跟我吵架。哦，对。这第3题嘛，装首饰的叫联合，装礼物的叫礼盒，那装我们2个的是什么盒？侯爷1道题都答不对，今晚肯定进不了洞房，还是跟我们喝酒去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天作之合。好了，算你过关，这个答案我满意。